先是大法师回魔3级，从 1.75 点变成每秒2点，比起 1.30 加强，比起以前还削了。这个也问题不大吧，反正5级升3级光环了。但很多时候可能要重修暴风雪，人族内战的时候基本一定要重修，水人已经没用。放大一点。怎么放大？右上角，再往下，右边，再往上那个3。我记得。对，可以。这里烈焰风暴从 1.33 秒削到 0.9 秒，就施法速度特别快。现在那个烈焰风暴，你的农民都不好拉，打人兽烧农民效果比较好吧，然后打正面烧也比较好。就学法是一个要开发的点，一定要开发。打 UD 估计还不行，烧 UD 有点不靠谱。然后 KOG 的话就是差不多削回到 1.28， 可能比 1.28 还要弱。KOG 现在除非是那种好到3的图，感觉不大好用，可以用回 DH Warden 这些。反正水多什么英雄都能用，中立也可以开发一下。残药800降到600，然后素人攻击力砍1，素人砍1的话就是变回来，然后距离800到600比起 1.28 是弱的。残药时间其实跟以前差不多，主要比起 1.28 就是弱了个距离。但是伤害比起 1.28 提高了，爆发伤害提高了，所以还行吧，跟 1.28 差别不大，削了距离，然后爆发力增强了。然后炼金术士的话就大削啊，1级砍了30点，2级砍了30点，3级砍了15点，到3级的其实还是可以用，哇，165，还是可以用啊。对，还是可以用，每秒降了 1.5， 没那么强了。炼金比起 1.28 还是加强，主要治疗不会给敌人增加，还是可以用。但是现在可能熊猫这些很多2英雄都要考虑了，并不是说炼金必须要发，这个影响对暗夜比较大。人族的话打兽族有点影响，但人族多了个学法。然后沃等智力加1啊，让别人用回沃等啊。深渊魔王敏捷加1，让大家开发一下深渊魔王。然后破法这个是质变。人族上个版本飞机是质变，这个版本破法是质变。这个技能，先知，请不要跟我打正面，你是没戏的。直接废了你一个技能，狼没有用了。然后炮塔其实还行，这个炮塔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以后人族开矿啊，最好造炮塔。你像打 UD 2个炮塔，1根圣塔，不过怕毁灭啊，也没事，毁灭交给飞机，好吧？你毁灭多我就出飞机。炮塔2个炮塔，圣塔也不造了，2个炮塔守蜘蛛比你7、8个箭塔要好多了。然后打什么兽族打暗夜都是，打兽族可能作用不是很大，打兽族怕狼骑，打暗夜打 UD 影响比较大。以后人族的塔不需要造那么多了，就1、2根炮塔，1、2个炮塔守矿，主矿1根，分矿1根，爽歪歪，好吧？150斤，150斤加上原来的180，180一根炮塔，100块一根箭塔，这炮塔肯定比箭塔屌多了呀！我1根比你2根箭塔都要便宜，但是我1根炮塔说不定比3、4个箭塔都厉害。
然后牧师增强，为了针对树人的，但牧师这个增强可有可无，现在不需要牧师了，现在都是用破法来偷的。你能偷，你为什么要驱？牧师这个技能估计不到50人口不会升，就压钱的时候会升，平时不会升的。你升牧师还不如升破法，就刚才我打硬币就升的破法。你驱别人，你为什么不把它偷过来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加强无视，好吧？然后这个步兵以前是削过的，可能不知道比起 1.28 是增强还是削了，然后再加强，所以搞不懂比起以前是强了还是弱了，可能调回 1.28 的属性吧。鱼猎手攻击力调回 1.28 的属性，但是它的弹射还是在的。然后猫头鹰影响比较大，猫头鹰打剑圣影响比较大。这样的话，暗夜就不会说一本开矿，应该是先升本再开矿，很多时候是先升本再开矿。这个打剑圣的影响最大。就是这个要100金100木，意味着开矿的节奏变得很固定，容易被针对。就这个改动主要是容易被针对打兽族，强行要来升级，然后升级后才开矿，或者买粉，但买粉没有猫头鹰这么自由，就这个影响很大。剑圣不知道这个影响能不能打 KOG 了。这个砍1点攻击力还行，因为它弹射还在，但这个影响就比较大。然后风德的话，调回145金，鼓励暗夜用回吹风打兽族。然后弩车50削到44。这样的话，不知道比起 1.28 是削了还是加强，但是这样的话肯定好很多。暗夜内战不用再看到弩车对射。然后山岭的话，加了1点人口，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打人族。打兽族的话，因为可以多点小路，增加后排输出，你山岭就3个左右4个左右，影响没那么大。但打人族影响很大。就现在暗夜打人族的话，可能更依赖出熊了。山岭你这样比起以前会少一个，你以前6个的时候，以前7个的时候，现在只有6个，就少了一个。出到7个山岭会少一个，很不爽，好吧？然后牛头人图腾啊，兽族这个种族还是继续被拆建筑吧，种族特性还是接着拆它。上个版本看不见拆兽族建筑很不习惯，你们继续拆，不要给我面子。然后四征一束削回来。但别的没削，四征不好杀，但是这个移速砍了，影响最大的是千坟流。然后杀四征稍微变得好杀，但是他一样有1点护甲，每秒回4也不好杀，所以还是别杀了吧。然后物品改动，改的是闪电盾的物品，它不是改的野怪，也不是改的萨满，它只是改的物品，就打到电盾这个宝物可以卖钱。不要考虑可以卖钱。除了人族内战以外，这个宝物很多时候可以考虑卖钱。好了，刚才有几个问题，就是炮塔那里的炮塔不是不能对空吗？但是那你打 UD 的时候碰到毁灭来冲塔怎么办呢？我省了那么多建塔的资源，我的天呐，我出飞机啊！是吧？但是我2根炮塔顶以前7、8根箭塔。那你飞机的速度比毁灭会快一些？2本飞机吗？对啊，
就是把箭塔资源换成飞机。对啊，然后不过炮塔打 UD 有点慢，后期影响大吧？妈的，他2本要造了 BW 才造，有点慢。然后那个牧师的驱散，有时候表示还是要升的，因为要驱缓慢、驱 slow、驱这些东西。谁说的破法偷啊？牧师能做的破法都能做，那哪需要牧师啊？牧师就是心灵活比较重要而已。但是如果你的破法不是满魔的话，不是有些东西偷不了。那你满魔再找别人打架呗？你为什么没魔你就找别人打架？你不是疯了吗？